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我们人类发现外星人的概率大吗？我觉得有生之年不大。好，那听完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，可能会彻底的颠覆你的宇宙观。咱们可能正处在一个直径20亿光年的巨型空洞的中心，这可能进一步降低了我们遇到其他星际邻居的可能性。永远不要停止思考。我是阿一，我是娜娜。如果把宇宙看作一个巨大的培养皿，那么 KBC 空洞就是这个培养皿中间一块格外空旷的区域。这个包裹着我们的巨型空洞，再次重新定义了人类文明在宇宙中的位置。那这个 KBC 空洞到底是什么呢？要理解 KBC 空洞的尺度，得先从我们熟悉的宇宙单位，先从我们地球说起。地球直径约为1.28万公里，它围绕着太阳公转，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约为1个天文单位。再看看太阳系最外层的奥尔特云为界，其直径约为2光年，也就是说，以光的速度穿越整个太阳系需要整整2年的时间。再往上，太阳系属于本星系群，这个星系小团体包含了银河系、仙女座星系等约50个星系，直径约1000万光年，星系间靠引力相互束缚。而本星系群又隶属于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，这个超星系团包含了约10万个星系，直径约为5.2亿光年，其中心的巨引源正牵引着周围星系向它运动。但你能想到吗？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居然只是 KBC 空洞的小成员。KBC 空洞的直径足足有20亿光年，相当等于从空洞的另外一端以光速飞行，需要10亿年才能抵达另外一端。所谓的空洞呢，并非绝对的真空，而是宇宙中物质密度极低的区域。KBC 空洞内的重子物质密度比宇宙平均低了20%，星系数量更是只有正常区域的1/5。简单来说，这片空洞的区域里边，大部分空间只有稀薄的星际与气体，星系呢像孤岛一样的零散分布。更特殊的是，我们的银河系和本星系群恰好位于这个空洞的几何中心，这种中心定位的概率在宇宙中不到1%。相当等于在巨大的宇宙培养皿的空旷区域里，刚好有一簇承载着地球文明的星系菌落。那这么罕见的空洞怎么形成的呀？从形成机制来看， KBC 空洞的诞生要追溯到宇宙大爆炸后的初始种子。138亿年前大爆炸后，宇宙中的物质并非是平均分布的，而是存在微小的量子涨落。这些涨落在宇宙初期被急剧的放大，形成了物质密度的疏密差异。密度高的区域呢，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开始凝结，先形成了氢分子云，再坍缩成恒星、星系，最终聚集成了星系团。而密度极低的区域，不仅引力难以聚拢物质，还受到了暗能量的推挤。暗能量作为驱动宇宙加速膨胀的力量，会持续将低密度的区域的物质往外推，让这片区域以每年约1%的速度扩大，最终形成了 KBC 空洞这样巨型的空旷区域。更特别的是，原本科学家们认为宇宙中最大的空洞直径不会超过10亿光年，而 KBC 空洞20亿光年的直径，迫使天文学家修正模型中暗能量密度的参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宇宙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空旷，也更不均匀，而 KBC 空洞就是这种不均匀性的极端体现。那天文学家是怎么发现这个空洞的呢？发现 KBC 空洞的过程花了天文学家将近30年的时间，相当于一点点的拼凑宇宙拼图的这个过程。上世纪80年代，天文学家通过红外天文卫星的星系巡天，第一次注意到了异常。银河系周围1亿光年内的星系数量比宇宙平均水平少了30%，但当时无法确定这是局部的星系稀疏区，还是跨越数十亿光年的巨型空洞。因为星际尘埃会遮挡遥远星系，很容易造成观测的误差，而早期巡天的星系样本只有几千个，统计精度上充满了不足。真正的突破是在2013年，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基南、巴杰和考伊3位天文学家做了一次更细致的宇宙普查，他们整合了2个权威巡天项目的数据，最终分析的样本达到了3.5万个星系，覆盖范围是以地球为中心半径15亿光年的区域。他们发现了一个关键性的规律，在半径10亿光年内，星系的密度突然下降了1.5倍，而这种密度下降呢，呈现了一种球形对称的样子，就像以地球为中心画了一个10亿光年的球，球内的星系数量明显比球外的要少，且各个方向的密度下降幅度是一致的，这就排除了局部稀疏的可能性，证明我们正处于一个巨型空洞的中心。而 KBC 空洞也正因此以3位科学家的姓氏首字母命名。在2025年，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周刊发表的一项研究证明，用宇宙标准尺进一步证实了 KBC 空洞的存在。那像 KBC 空洞这样的结构在宇宙中它很常见吗？实际上是个很常见的现象。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本质上是空洞和星系相互交织的网状结构，
天文学家们称之为宇宙网。星系团、超星系团沿着宇宙丝分布，就像海绵的骨架一样，而骨架之间的空隙就是空洞。整个宇宙超过80%的体积都由空洞组成。简单来说，宇宙的实体部分只占少数，大部分空间都是空洞。比如说著名的木夫座空洞，直径约为2.5亿光年，每1000万光年的范围内只有一个星系，是1981年天文学家首次确认的大型空洞之一。还有波江座空洞，直径达到了10亿光年，内部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温度比平均水平要低，且物质太少，无法通过引力加热周围的微波背景辐射，形成了宇宙中的低温区。但 KBC 空洞呢，有2个特有的性质，一个是尺度非常的极端，20亿光年的直径远超多数的空洞；二是我们身处其中，这就像在整片沙漠里边，只有一小片绿洲，恰巧位于最偏远的海滩中央。这种中心位置在宇宙空洞中非常的罕见，也给我们带来了特殊的影响，尤其是在寻找外星文明方面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很难发现其他文明，其他文明也很难发现我们。对。但是这一点要从文明的分布和信息传播2个维度来看。首先是文明的分布，智慧文明大概率诞生在星系内，因为星系有稳定的恒星系统来提供能量，并且需要有行星形成所需的重元素。而空洞内呢，缺乏这些元素，但 KBC 空洞内的星系密度仅为宇宙平均水平的20%。最近的大型星系团离我们大约有5500万光年，最远的半人马座超星系团距离超过1.5亿光年，相当等于我们是住在了宇宙郊区的郊区，周围的文明候选地就少得可怜，邻居也少得可怜。更糟糕的是，空洞内几乎没有大质量的星系，星系的引力透镜效应本来可以像放大镜一样去放大遥远的信号，去传播。但 KBC 空洞里边缺乏这种天然的中继站，进一步降低了信号探测的概率。而且2025年的暗能量调查数据显示， KBC 空洞的膨胀速度比星系团区域快了10%到20%，这意味着我们和潜在的外星文明的距离还在增大，越拉越远了。对，未来相遇的可能性就会更低。还有时间尺度的障碍，即使是有文明信号能够穿越空洞，传播时间也远超智慧文明可能的存续期。以10亿光年的距离为例，那么信号以光速传播就需要10亿年，而地球文明的无线电史也才不到200年。即使外星文明能够存续100万年，这已经是非常乐观的估计了。在10亿年的时间尺度里边，这只是一瞬间，这200年就真的是很快的一个瞬间，就是1秒钟。两者信号相遇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。这种物理的隔绝让我们几乎成为了信息的孤岛。那其实这么一说的话，突然觉得我们跟大家本身能在这个星球上相遇，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是的，在这个20亿光年的空旷宇宙中，这颗直径1.2万公里的蓝色星球，就像刚刚说的，像沙漠里的绿洲一样，它能孕育出液态水，形成稳定的岩石，还能演化出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这样的复杂生命，本来就是宇宙级的奇迹。未来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呢，计划对 KBC 空洞的边缘星系进行深度观测，进一步验证空洞的结构和它的形成机制。中国的巡天空间望远镜也将开展近邻宇宙星系巡天，其广角相机的市场是哈勃望远镜的300倍，有望获取更精确的星系密度分布图。根据 NASA 的系外行星档案统计，在所有处于恒星宜居带的类地行星中，只有0.1%是处于类似于 KBC 空洞的温和环境中。也就是说，1000颗宜居带类地行星里边，只有1颗能像我们有这样的保护条件。咱们能够生在地球，本身就是极小概率的幸运。更难得的是，当咱们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，全球大概有200万人也在和你做同样的事情。最后想问问大家，处在空洞中心的我们，发现外星文明的几率是不是很渺茫？还是有可能在我们银河系内就能找到邻居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边讨论留言。那么永远不要停止思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